原来手工纱是一场持续了3000年的骗局。这是2000年前的你，在你的时代，结束婚姻的权利在男子手里。曾子的妻子因为真的离不熟被休，孟子的妻子因为张着双腿在地上被休。所以当你得知丈夫去世时，你决心在这样的时代里闯出一片女子的天地。于是你成为了大秦帝国第一女首富，并资助始皇帝修建长城。始皇为了感谢你，为你修建怀清台，而这却是历史上第一座贞节牌坊的。这是1000年前的你，随着《列女传》改名为《列女传》，贞节牌坊正式走入历史长河。人们用手工纱、落红、刺手来验证一个女子是否贞洁。今天是你的婚宴，洞房时，丈夫发现你的手工纱消失不见，于是拂袖而去。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是这样的，只能割掉自己的手臂，以证清白。但等待你的仍然是针灸一杯。李时珍说，手工纱大抵不真，只可惜多少清白女子又被毁在这上面。这是800年前的你，在这个时代，毁容、割肉、公共场合下殉死是很常见的事。你是丈夫的第7房小妾，城门将破，丈夫说：“我将镇守前门，你们一会儿便同我殉葬吧。”这个时代已不容许女子再嫁，所以你与众姐妹道：“不用的，我们现在就殉葬。”你们带着微笑，含泪共同死去。只是丈夫在你们死后，却一看大军压境，举手投降。时间来到200年前，你的父亲赌博，把12岁的你卖给一个60岁的老头。你坚决不同意这种婚姻，于是终于走进了这座贞节堂。你如同世人所期待的，今生都会是一个贞女，但从此你的生命也如死水，再无生机。你抬头看着外面一座座牌坊，像是看着一座座女子的墓碑。你看这个牌坊，像不像一个墓碑？一直到现代，鲁迅先生提出，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都含糊了过去，贞节牌坊仿佛才消失在了历史长河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